欢迎收看 Honda CR-V 的马来西亚公路试驾影片。那之前已经跟大家介绍了 CR-V 1.5L Turbo 跟 CR-V 2.0 EHEV， 不过是在泰国的清迈跟清莱。那我现在开的就是 Honda Malaysia 在马六甲 CKD 本地组装的第6代 Honda CR-V。那我们已经知道大马版的 CR-V 售价是从159,900块到195,900块，所以我现在开的这个就是属于最顶配的 2.0L RS EHEV。所以在 Honda Malaysia 的定位里面，你一定要买到这个 Hybrid 版本的，它才会有 RS 套装，然后整个设备等等也比这个汽油版的多出很多。所以 compared to 1.5V 的话，这个 2.0L RS 呢是贵了14,000块马币。说14,000块，其实我觉得对于买到这个车子的人来讲，可能就是可能头期给一点点，给多一点点不好啦。你问我的话，就像我在之前的影片有提过的，我觉得如果你正在考虑要买这个第6代的 Honda CR-V， 这个 Hybrid 的呢是最好的选择。所以如果你不是特别排斥 Hybrid 的话，我觉得它在方方面面都是会比 1.5L Turbo 的 CR-V 还要来的优秀，至少在整体驾驶感、低速低转的扭力。整个车子的瞬间扭力等等，因为你看动力的话，虽然这个 2.0 的 Atkinson Cycle 引擎没有什么力它只有148个 PS 跟190 Nm， 但是它的 Electric Motor 电动马达有184 PS 跟335 Nm， 所以 Honda Malaysia 是没有将二者 combine 数据综合数据的，但是其实也不重要，一个引擎跟电动马达是处于分工，所以在特定时候是电池在驱动车子，在特定时候是引擎在驱动车子，特别是在高速的时候。所以这个 2.0L EHEV 的版本，它会比 1.5 Turbo 的 CR-V 更加的安静，你能够用更小的力气就可以得到更大的动力，这是我喜欢它的地方啦。当然它还有这个所谓的 Active Sound Control、Active Noise Control， 你可以将这个驾驶模式从 Eco、Normal 推去 Sport。 所以当你到 Sport 的时候你在全力加速油门冲刺地板油的时候，你就会听到类似于 Type R 这样子的声音。高配版呢，它有12个 speakers 的 Bose 高级音响系统，但你现在听到的这个引擎声浪呢，它是独立的一个 speaker 它不会影响到你的唱机的这个 speaker 这样子。所以你在高速行驶的时候，你可以踩油听到 engine 的声音，你同时也可以听到这个非常曼妙、非常好听的音响它 depends 你播什么歌啦。这个12个 speakers 的 Bose 音响系统也让 Honda CR-V 算是扳回一城因为我们都知道它最主要的对手啦，我观察到主要是这个改款版的 Mazda CX-5。那 Brabus Motor 这一次就加了很多东西，但是就是没有这个 10.25 寸萤幕跟 Bose 音响，反而 Honda 这个萤幕是比它更加的轻，然后音响也比它更加的好，整个设备来讲都是跟第5代的 CR-V 比起来，它完全是明显更高一个档次，更上一个 level 这样子。我们刚才走了一段 highway， 现在进入来这个所谓的 winding road 小路啦。就如一般的 CR-V 这样子，它就是比较偏 soft， 比较偏 comfort， 一种比较舒服的设定这样子，我觉得是好事来的。因为在市面上来，我们说这种轴距在 2700mm 的 C segment 来讲，主要有2种个性，一个就是日系，指的是像早期的 X-Trail、CX-5、CR-V 或者之前的 RAV4， 他们都是偏 soft 偏 comfort。那另外一个派系就是像 Volkswagen Tiguan、Allspace、Peugeot 3008、5008这类型的，所以他们会比较刚，驾起来会比较有信心。可是这种日系的，就是它的诉求就是 comfort， 然后在 comfort 的基础上给你勉强一点点是 sporty， 然后这些 sporty 可能不是透过引擎跟变速箱，更多时候是透过它的外观造型，像 RS 套装body kit车灯的 shape 更加的 sharp 来让你有一种好像自己在驾着一个很快的车，其实它并没有很快，它还是讲求追求这个油耗表现然后顺畅驾驶的这种感觉。好像我现在低速行驶，我特意就翻去这个 Power Flow 的界面，你可以从这边观察到底什么时候用油，什么时候用电。像这个时候电池几乎是已经满了，我可以完全不启动我的引擎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这个 Honda CR-V 就是一个
pure EV 一个纯电动的 C segment SUV。稍微上坡一点点，它就不能，它就必须要借助这个 2.0L 的 Atkinson Cycle 引擎来给它辅助这个电池跟电动马达。你轻轻的点，非常安静，你看，所有的窗外的声音你都能够听到非常的清楚。我们现在稍微加油。有一种违和感。这个所谓的 Active Noise Control 或者 Active Sound Control 呢，它其实就是利用 speakers， 因为声音啊，它有一个 wave 的，所以它去制造出一个声音去 counter 掉它，综合掉它，让它听起来更加的和谐，它不会这么高亢。你都知道，有时候 Honda 的这种NA 引擎啊，特别是 Atkinson Cycle 引擎，当它在撕裂，当它在高转的时候呢，它会有一个气缸的声音，哇，不是大声就好听了，你大声啊，你也要，这有点假了。OK， 所以在小路的话，这个车子的确会感觉到它的块头有一点大啊，虽然还是叫 C segment， 可是因为轴距就是比第5代加长，然后它的 ground clearance 啊也上到198个 mm 啊，如果是 1.5V all-wheel drive 的呢，就是208个 mm， 比它再高10个 mm。所以 compared to CX-5 的话 ，CX-5 是180 mm 的离地间隙，所以它198比 CX-5 高了差不多20 mm， 很好驾。这个 2.0 EHEV 啊，真的是走慢有慢的享受，走快有快的舒服。但如果你要 compare to 1.5 Turbo 的话呢，其实它的 top speed 只可以去到187， 1.5 Turbo 可以去到 beyond that 啦。然后它的这个0到100是9秒，其实就是赢在瞬间起步加速啦，比 1.5 的优秀。还有重点是油耗，你不要看这个啊，1 L 12.1完全不准啊，这个是上一个 driver 啊，那个叫不懂什么神啊，刚才一直踩，然后弄到它的这个油耗这么高。正常来讲啦 ，EHEV 的油耗可以做到1 L 18、19、20都没有问题的。你可以看回去之前我驾这个 Civic EHEV 的时候，有跟大家做一个更完整的这个试驾。Corner 这个轮胎是这个 Toyo Proxus 的轮胎，所以要从花纹块，整个轮胎的性质就看得出，其实它是一个偏向省油轮胎啦。所以省油轮胎这个路面噪音就不能要求太多，然后在湿地过弯、湿地刹车表现这些 grip 方面也是还有进步的空间啦。even Toyo 本身都还有更加适合这台车子的轮胎。可是没有办法，因为本地组装这些大厂都有固定的这些 contract， 所以我们就只可以用这些啊。反正你用到多大了，你再来打算，那这个不是什么很头痛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现在就继续在这条小路上面往怡保，然后今晚要到槟城的这个方向去前进。那为什么我讲要买 2.0 EHEV 比较好？因为你能够玩的东西比较多，像我们每次要加速的时候啊。当你减速的时候，你下意识会去调你的这个所谓的 pedal shifter， 但不要误会啊，这个 2.0 EHEV 的这个拨杆、这个拨片呢，它叫 deceleration pedal， 就是一个减速拨片，而不是一个降档的。严格来讲，它这个是 ECVT， 不是传统的实体变速箱这样子。所以当你去选择几个 stage， 1个程度、2个程度、3个程度，如果你觉得这样不够，你可以把它推去 B 档。所谓的 B 档就是 B mode， 当你松开你的油门踏板，它就好像在把你 brake 这样子。这样子的好处就是呢，它能够很大程度的就让你的电池回电。因为不要忘记啊，虽然你前面有一个 2.0L 的 Atkinson Cycle 引擎，可是你的这个后排座椅底下是还有一粒 battery 来让你纯电动行驶的啊。它是一个1735公斤的混合动力的车子这样子，所以我自己非常喜欢在 B mode， 因为它在塞车市区走停慢速行驶的时候，它就好像让你在驾着一个电动车这样子，然后你是不用烦 charging station 啊，不用烦充电的一个电动车。因为在英国的 Honda 或者在欧洲的 Honda， 他们的 marketing 标语是 self-charging electric vehicle，这样比较直白，比较容易理解。所以每次大家一看到啊 hybrid logo 蓝色的，就会想哪里充电多少钱，充电多久，什么等等，免还咯，因为你前面就自带一个充电器，自带一个发动机来帮
电池充电这样子。所以Hybrid 它是目前马来西亚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吗？我觉得某种程度上算是的。现在 Honda Malaysia 已经收到了超过6500张的订单。所以这6500张的订单里面呢，最多人买的就是有45% 的消费者选择了 1.5V All-Wheel Drive。那这个 1.5E 跟 1.5S 加起来大概是41%，这个 2.0L 的 EHEV 的大概是10多个%而已。不过我不确定，因为它是2023年12月14号 launch， 可是这个车子是在不久前才 announce 它的价钱是195,900块，所以可能时间差的关系，过后可能会看到这个销量会回来。因为我也鼓励大家，如果你要买这一代的 CR-V， 一定要买 2.0 EHEV。你除了有12个 speakers 的 Bose 高级音响系统之外，你也从 Auto High Beam Control 升级到 Adaptive Driving Beam， 就 Adaptive LED 大灯、RS 套装、亮黑色的18寸轮圈等等。所以就方方面面来讲，我觉得这个2.0 EHEV 的 RS 版本是最好、最吸引人的一个版本。最后稍微聊一聊它，我认为是缺点，就是当你在出弯的时候你看你那一下回来的时候compare to 它的 competitor 啦 ，Mazda CX-5 那个有 GVC Plus 有 Torque Factoring， 那个很明显它整个就是会比较的 smooth， 这个还是会有。它有它的模糊的地带啦，就像我讲的，有2个派系嘛，这个是本来就是偏 soft 的，可是 Mazda 是刚柔并济。OK， 我们现在准备要去怡保推去 Sport Mode。OK，let's go。左边了。左边。Go。很大声那一种，我都已经。真真假假分不清楚，到底是引擎的声音还是 speakers 的声音。但它虽然这样大声可是它是动力有限因为当你到这么快的时候呢，其实这个电动马达是已经休息了，就完全交由引擎来去处理高速的部分。那这具引擎虽然是 2.0L 的自然进气引擎，不过它只有148个 PS 跟190 Nm， 所以单纯就引擎对引擎是 1.5 Turbo 比它还要来的强劲，所以 1.5L 的 Turbo 跑 Highway 会比这个 2.0L 的 EHEV 还要来的有力，它的尾力会比较足够这样子。所以我们来看它的这个高速行驶、隔音表现等等。我现在回去 Normal Mode， 现在在140。135，在这个 Air Pillar 这边呢，OK， 大家来听听看OK。听到吗？它当然有进步，但是没有说进步很多，还是不能够令人太过满意啦。就这个 part。它的尾力没有，不过它有很强的这个瞬间起步加速的能力。因为像我讲的，它的电动马达有335个Nm嘛，所以你轻轻一点，也是一样。怎么讲？慢半拍这样它是只闻楼梯响，不见人下来。所以走 Highway 的结论就是，其实 Highway 还是 1.5V Deck Turbo 的天下。那 2.0 EHEV 在更多时候 Hybrid 嘛，就是比较适合在小路、城市道路塞车走停的时候使用。如果你真的是纯粹要追求高速的，你可以去选择 2.5 Turbo、2.0 Turbo， 或者甚至 1.5 Turbo 都比 2.0 Hybrid 还要来得好。所以暂时是先到这边有什么疑问，或者你已经买了 CR-V， 你驾了1个月、2个月、3个月、4个月你有什么样的东西想要告诉即将要买 CR-V 的人，什么是值得鼓励，也什么是你觉得跟你原先预期中的不一样，也可以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，一起来讨论。从2024年开始，这个 Honda CR-V 第6代的 CR-V， 无论是 1.5V Deck Turbo 还是 2.0 EHEV， 它适不适合你，它能不能够吸引得到你这样子。所以我是大主一起我的影片记得分享，赞订阅 follow 我的 Instagram， 靠 like 加 Facebook page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。路人在 and 3 2 1 cut。